先别管那些大学排名了，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新加坡已经把培养老师的机构，也就是 NIE，做到了全球第8。美国智库专门发文把它列为美国的榜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跟他合办了教育领导力联合硕士。富布莱特项目还把美国教师送过来，进行了3到6个月的专业学习。一套只服务7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师资培养体系，居然能让美国顶级教育机构跑过来合作。今天这篇就来聊聊新加坡教育到底做对了什么。很多家长聊新加坡教育，第一反应都是孩子这边的事，成绩怎么样，分流压力大不大，要不要补习， PSLE 之后怎么走。可如果把视角拉远一点，你会发现新加坡看教育根本不是家庭事务的尺度，而是国家生存的尺度。小国天然资源有限，外部竞争一直都在，产业升级又快，这样的国家最不能输的就是人。教育部这些年一直在讲 Learn for Life， 因为他很清楚，未来不是看谁会答题，而是看谁能持续学习，持续适应，持续修正自己。那谁来带出这种能力？还是老师。所以今天讲 NIE 不是讲一个排名新闻，而是讲新加坡怎么把教师培养放进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位置。新加坡教育强，不是先从教材和考试开始，而是先从入口开始。没错，新加坡教育是先决定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当老师。NIE 的师范培养不是谁想进都能进。公开资料里显示，新加坡看的不仅仅是分数，因为一个人会考试不等于会教，会教也不等同于能长期稳定的带班。沟通、判断、承压，家长最在意的从来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孩子所接受的教育环境。所以新加坡筛选老师的标准往往是看一整组能力：学术基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责任感、价值观。这样下来才能判断你是不是真的适合站在孩子面前。再往下看，你会发现新加坡不是只会筛人，他还会算账。新加坡的教育支出并不属于最夸张的那类，但他的钱花得很集中，他选择优先守住最影响课堂质量的节点，而那个节点正是老师。教师职业的薪酬、职业路径和社会地位都会直接影响优秀年轻人愿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一个本身能力很强的年轻人做职业选择时，一定会反复比较收入和发展。如果教育在这些维度上完全没有吸引力，那最优秀的人就不会持续流入。说到底，高门槛和相对有竞争力的回报，不只是在奖励老师，更是在保护课堂质量。这个账新加坡算得非常清楚，但只把入口卡严还不够。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有自我更新。很多地方的教师发展问题不在起点，而在后进。新加坡在这点上非常清醒，他把教师看成持续升级的专业人群，而不是拿到证就完成的职业身份。NIE 的价值也不只是培养新老师，它更像一个连接点，把教育部、学校系统、课程改革、教育研究串成一条线。第一层是职前训练，未来老师在正式进学校前，不是只学教育理论，还要把学科知识、教学设计、课堂管理放在一起训练。意思很明确，老师不是知道内容就行，而是要能让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学进去。第二层是在职专业发展。新加坡长期强调教师持续学习，这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制度逻辑。因为如果老师自己不更新，就很难带孩子面对一个高速变化的世界。老师如果要教这些知识，自己就必须先具备对应的能力。第三层是研究回到课堂。近年 NIE 和新加坡教育系统都在推进教育科技与 AI 相关研究，比如怎样更早识别学生的薄弱点，怎样减少老师重复性的行政工作，怎样让反馈更及时，怎样让评估更有针对性。你会发现，这和 Learn for Life 是连在一起的。新加坡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会考试的体系，它也在努力转向长期学习能力、韧性、跨学科思考和真实问题解决。而这些能力不会自己长出来，只能靠老师一节课一节课设计出来。所以新加坡教育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曾经成功，
更在于它的不断改革和自我更新。再往上看一层，你会发现，新加坡教育最值得学习的，不只是本地学生成绩高，而是他把一套课堂能力做成了可以输出的国家软实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Singapore Math，它能进入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学校系统，不是因为名字响，而是因为它在数学概念建构、问题拆解，从具体到抽象的教学路径上，确实有很强的可复制性。NAI 这些年也在做国际合作、培训和研究交流，这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逻辑。一个国家如果能把如何教得更好，做成可被别的国家学习的能力，那它输出的就不只是教育经验，还包括影响力、合作机会，甚至经济价值。对一个小国来说，这非常关键，因为它把教育从公共服务进一步做成了知识资产。当然，讲到这里，另一面也必须说清楚，新加坡教育强不等于它没有代价。家长比谁都清楚，现实里补习文化依然很强，升学焦虑也没有消失，对名校、分流、未来职业路径的敏感依旧真实存在。一个体系越高效，往往越容易让人感受到排序压力。你会看到政策层面在推动 Learn for Life， 在弱化为分数叙事，但社会层面还是很难完全放下对成绩的执着。因为教育在新加坡从来不只是课堂里的事，它还牵动住房选择、社交圈层、职业前景和家庭安全感。所以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模式神化，它很强，但它不是没有摩擦。所以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盲目崇拜全球第一，而是看懂什么值得学，什么需要警惕。真正值得学的，不是把压力继续往孩子身上加，而是明白高质量教师、稳定课堂和长期能力才是一个教育体系最值钱的部分。回顾这期视频，我希望屏幕前的家长能够明白，新加坡教育长期领先，不是因为孩子被推得更狠，而是因为老师先被培养得更专业。真正值得家长学习的，也不是怎么把孩子再加码，而是先看懂一所学校背后的老师系统。下次你去看学校，或者判断一个教育环境，不妨少问一句今年多少个 A， 多问几句更关键的是，老师稳不稳定？学校怎么支持老师成长？课堂反馈有没有质量？孩子遇到困难时，老师有没有能力把他带回来？分数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孩子能不能走得长远的，往往是他有没有遇到会教、愿意教，而且一直在进步的老师。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看重老师的哪一种能力？是讲解力、耐心、判断力，还是点燃孩子学习兴趣的能力？我们会持续解读新加坡教育，期待您的收看。